王一博真的被高估了吗？这些年，关于王一博的评价一直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。喜欢他的人会把他视为娱乐圈最成功的年轻演员之一。他们认为王一博拥有顶级流量、优秀资源以及不断突破自己的勇气。从偶像到演员，从演员到赛车手，再到纪录片领域的探索者，王一博似乎一直在打破外界对他的固有印象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而另一边，质疑的声音也从未停止。有人说他的成功离不开流量，有人说他的资源远远超过同龄演员，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庞大的粉丝群体支持，王一博根本不会获得今天这样的关注度。于是，一个问题开始不断出现：王一博真的被高估了吗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真正讨论起来却远远没有那么容易。因为高估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比较，意味着人们认为一个人获得的认可超过了他真正拥有的实力。可问题在于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实力？是票房吗？是流量吗？是奖项吗？还是作品？如果连衡量标准都不统一，那么所谓的高估与低估又该如何定义？今天我们不站在粉丝的角度，也不站在黑粉的角度，而是试着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，认真讨论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：王一博到底有没有被高估？故事要从很多人最熟悉的一个现象说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娱乐圈有一种很奇怪的规律：一个艺人如果没有热度，几乎不会有人讨论他是否被高估。只有那些站在聚光灯中央的人才会不断面对这样的质疑。因为当一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掌声会增加，质疑也会增加。喜欢他的人越多，不喜欢他的人往往也会更多。而王一博恰恰属于这样的人。这些年，无论是作品上映、品牌合作，还是公开活动，他的名字总能引起大量关注。可越是这样，关于高估的讨论也越频繁。很多人认为，王一博最大的优势是流量，因为流量能够带来关注，能够带来商业价值，也能够带来资源。所以在一些人看来，王一博获得的一切似乎都与流量有关。这也是第一波质疑出现的原因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很多人说王一博最大的标签一直是顶流，而顶流最大的争议就是实力是否匹配流量。因为在大众认知里，流量和实力似乎总是被放在对立面。当一个演员拥有巨大流量的时候，外界往往会提高要求。别人做到60分，可能没人讨论，但如果是顶流，60分就会被批评，因为大家期待的是90分，甚至100分。于是问题来了，王一博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流量明星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高估这个词或许成立。可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年的发展轨迹，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很多依靠流量走红的人，热度维持几年后便逐渐消失。可王一博却没有停留在原来的位置，他并没有一直重复最安全的路线，反而不断进入新的领域。对于很多明星来说，维持现状其实是最稳妥的选择。既然已经拥有流量，为什么还要承担风险？为什么还要面对新的挑战？但王一博似乎偏偏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而这也让人产生新的疑问：
一个真正被高估的人会主动不断增加自己的难度吗？还是说，他其实一直在试图证明些什么？随着这个问题出现，关于王一博是否被高估的讨论也开始进入更深的层面。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，真正的争议可能从来都不是流量本身，而是流量背后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支撑。随着讨论不断深入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把目光放到另一个问题上。如果王一博真的被高估了，那么为什么这些年依然有那么多导演愿意与他合作？这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一点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因为在娱乐圈里，流量或许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机会，但很难帮助一个人一直获得机会。第一次合作可能是因为热度，第二次合作可能是因为市场，可如果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依然有人愿意选择你，那么原因往往不会只是流量那么简单。毕竟对于导演来说，一部作品从筹备到上映，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成本。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作品去冒险，更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演员拥有热度，就反复把重要角色交给他。所以这些年，无论外界如何评价王一博，有一个事实始终没有改变，那就是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开始认可他的成长。这种认可未必意味着完美，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演员，但至少说明，在专业领域里，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依靠流量存在的人。很多时候，大众对于演员的评价往往停留在一部作品、一次采访、一个片段，可导演看到的东西却完全不同。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演员是否认真，是否愿意学习，是否能够持续进步。而这些东西恰恰很难通过热搜体现出来，于是问题再次出现。如果王一博真的被高估，为什么这些合作关系没有随着时间消失？为什么在经历过无数争议之后，依然有人愿意把机会交给他？想到这里，故事似乎开始出现新的方向。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，关于王一博的争议，其实早已不只是实力之争，而是一场关于认知的较量。可奇怪的是，即便如此，关于王一博被高估的声音依然存在，而且从未真正消失。这是为什么？答案或许并不复杂，因为很多时候，人们并不是根据作品评价一个人，而是根据身份评价一个人。当一个普通演员获得成功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这是努力的结果。可当一个顶流获得成功的时候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却是流量，因为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，流量似乎天然带着一种原罪，仿佛只要拥有流量，所有成绩都会被自动打折。电影成功了，有人会说是粉丝支持，作品出圈了，有人会说是资本推动，商业价值高了，有人会说是流量变现。久而久之，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。同样的成绩放在不同的人身上，得到的评价可能完全不同。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身上始终存在一种矛盾感。支持者认为他被低估，质疑者认为他被高估，而双方往往都能拿出自己的理由。于是争论不断循环，似乎永远不会结束。但如果仔细观察，大家会发现一个细节，这些争议之所以能够持续多年，恰恰说明王一博始终保持着影响力。因为真正被遗忘的人，根本不会有人讨论，真正没有价值的人，也不会持续成为舆论焦点。故事来到这里，
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。也许这么多年，大家讨论的根本不是王一博，而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：流量究竟配不配拥有成功？这才是整场争论真正的核心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当人们说王一博被高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在讨论王一博这个人，而是在表达对流量时代的某种不满。因为过去很多年，娱乐圈确实出现过一些现象，有的人作品不多，演技一般，却拥有巨大的关注度。于是很多观众开始产生疲劳感，开始怀疑流量，开始反感流量。而当王一博站在流量顶端的时候，自然也会成为这种情绪的承载对象。可问题在于，王一博真的等同于那些人吗？如果只是停留在几年前，也许这个问题还有争议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随着越来越多作品出现，随着越来越多领域被尝试，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。因为一个人或许可以依靠流量获得关注，却很难依靠流量维持10几年的关注。一个人可以依靠热度获得机会，却很难依靠热度持续成长。时间会筛选一切，市场也会筛选一切。真正能够留下来的，从来都不仅仅是流量，而是流量背后不断累积的东西。也正因如此，关于王一博是否被高估的问题，似乎开始有了新的答案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客观评价，那么王一博既没有一些粉丝口中那样无可挑剔，也没有一些质疑者口中那样名不副实。他更像是一个处于特殊位置的人，站在流量与实力之间，站在争议与认可之间，站在期待与质疑之间。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一件事情，无论他做什么都会被放大，成功会被放大，失败也会被放大，优点会被讨论，缺点同样会被讨论。而这恰恰是顶流最真实的处境。很多人以为高估和低估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词，但实际上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。有人觉得王一博被高估，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他的流量；有人觉得王一博被低估，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他的努力。可真正的现实往往介于两者之间，他拥有流量，这是事实；他拥有资源，也是事实；他不断成长，同样是事实。而这些事实共同组成了今天的王一博。所以问题或许不应该是王一博有没有被高估，而应该是我们是否愿意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。因为成长本身从来都不是静止的，今天的评价未必适用于明天，今天的争议也未必能够定义未来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说到底，王一博真的被高估了吗？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，有人认为是，有人认为不是，而这恰恰说明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标准答案。因为评价一个人从来都不是一道数学题，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侧面，不同的立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但有一点或许无法否认，那就是这些年，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无论支持还是质疑，王一博始终没有停下脚步。他一直在尝试，一直在挑战，一直在向前。而对于任何一个公众人物来说，时间永远是最公平的裁判。今天的掌声会过去，今天的质疑也会过去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，最终还是作品，还是成绩，还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。所以与其急着下结论，
不如把答案交给未来。几年之后，当人们再次回头看今天的争论，或许会发现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王一博有没有被高估，而是他最终走到了哪里。或许很多年以后，人们会忘记曾经的热搜，忘记曾经的争议，也忘记那些一时之间的掌声与质疑。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，永远是作品，是成长，是一个人在漫长岁月里留下的足迹。而关于王一博的故事，或许远远还没有结束。未来的他会走到哪里？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？让我们一起等待时间给出答案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欢迎点赞，订阅频道黎春正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